进来。别怕啊！别怕啊！爸来了，爸今天一会儿把你带出去。啊！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会，对不起啊，爸来晚了。别担心，没事儿。 没事，爸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怕，真的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这不是来了吗？好了，冯老板，女儿你也已经见到了，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之前的话题了。你们父女两个，谁告诉我？ 这是什么钥匙？我只要你们回答一句，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渡边，这把钥匙是我的，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为什么要问他？冯老板，事情真的是你女儿说的这样吗？嗯，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再说话。我让你们见面，就是想把刚才的话题接下去。 在这个时候，你别装糊涂。渡边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把钥匙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。冯楚良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再决定你该说什么样的话。这里不是红雀俱乐部，也不是你的古董店，这里更不是以前的上海。这里是我的地方。 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上海，在这里，你别给我摆什么态度。你偷了钥匙准备复制，就一定知道了什么。你不用再说话了。渡边，你太无耻了！我爸爸是不会这么做的，只有你这样的卑鄙小人才会做这种事情。宇飞，你说什么？对，渡边，喂，渡边。 渡边，放过我女儿吧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把钥匙是干什么用的。这个时候我没有理由拿女儿的命来开玩笑。冯楚良，我打你女儿一个耳光，是为了能够把你打醒。 别以为之前对你的客气，是我真的不敢动你。你不过就是个军统的叛徒，渡边，你不过就是我们的一条狗。你的身子永远不能在我面前直着，你听清楚没有？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冯小姐，冯小姐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你的父亲，那个表面冠冕堂皇、能呼风唤雨的这个父亲，他不过就是我们的一条狗。他嘴里说的都是仁义道德，但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
汉奸、渡边、叛徒！既然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钥匙，冯楚良，那我就要一样其他的东西。你给我听着，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去找叶景堂，只有1天，来决定你和你女儿的命运。你会做到的。爸，你不能告诉他，你不能把哥的事说出来，这样会害了他的。都闭嘴！告诉他，冯楚良，我等着你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希望明天你可以做到，也就可以顺利的接走你的女儿。渡边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？既然你恳求我，那我或许会答应。让我跟我女儿单独谈一会儿。这个机会，我可以给你。但是，冯楚良，你要记住，我给了你机会，你就要好好把握。我们走。不要过来。雨飞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，快得让我措手不及。更讽刺的是，会在这样的地方。能听爸解释吗？我不想听，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，这已经是事实了。是，我承认这都是事实，我不否认。我也不想对你撒谎。我可以戴着面具去面对整个天下的人，但是在你面前，我不会那么做，因为我是毫无保留地关爱着你，因为我是你父亲。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宁愿忍受这个骂名。难道我愿意成为一个叛徒吗？难道我那么想去做一个汉奸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呢？你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去那么做呢？
你知道吗？刚刚渡边打我的时候，我不觉得疼，因为我恨他。可是当我知道你是一个叛徒，你是一个汉奸的时候，我就像我的心脏被人扔到了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一脚。爸，我爱你。可是当我知道我深爱的人是这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应该相信什么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你配不配做我的父亲。当初我要不是为了救你母亲，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吗？这是命，这是我冯楚良的命。于飞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啊？你可以不理解我，可以恨我，但我告诉你，为了要保你的命，我必须要牺牲金娜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已经没选择了，真的不能这么做。我必须这么做。我宁愿回到这个监狱，我宁愿死在这个地方，我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做。雨飞，让我回去！开门！让我回去！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带走。走。冯老板，我就等着你明天的消息了。能不能带走你的女儿，就看你的了。老爷，咱去哪儿啊？老板，对不起。切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渡边他太会算计了。回去吧，回去，路上小心点啊。老板，宇飞没跟你一块回来，我正要向你汇报，特高课抓走了宇飞。宇飞不是跟你在一块儿的吗？宇飞到了教堂就让我离开，让我过1小时去接他。我刚一走，教堂就出事了。老七在哪儿？哦，他今天看店，现在还在店里呢。先回店里。明白。把1号门打开，我给他送药。是。严凤池，我今天已经设法跟马编辑取得了联系，晚上我会和他交换情报，我会把海棠牺牲的消息带出去。你有什么新的消息需要我带出去吗？你是共产国际的人，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
知道，我出现在这种地方，难免你会有戒心。不过我和马编辑今天交换完情报，你应该就明白了。以后，我准备用3号密码板把消息传出去。你应该知道，这3号密码。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有人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有什么新消息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注意安全。雨飞，飞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爸爸没能带你出去吗？啊？雨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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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转过身来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啊，雨飞。亚楠，对不起，亚楠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飞，该怎么面对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别这样，我们要坚强一些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我们一定要相互扶持，相互信任，这样我们才能坚持到最后，这样我们才能出去，对吗？不要说丧气话，我们一定能出去，好吗？相信我。对不起，亚楠，给我一点时间。突然间让我接受这一切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好起来的。田野君在。前线正式开战还有多久？只剩下4、5天的时间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脖子上真正被架上刀的人，不是冯楚良，也不是叶景堂，而是我。我明白。就算我们抓了冯宇飞，抓了亚楠，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还没有一个人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胜利者。要谈胜利，为时还太早。
自从唐宗年出事以后，整个局势从来没有明朗过。看起来叶景堂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大麻烦，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，该杀的杀，该抓的抓。就算我从叶景堂那里得不到情报，我只需要控制他，那就算是成功了。真正的大麻烦其实是冯楚良。之前既要哄着他，况且我们还要盯着他。他又是那么难缠的一个人，有时候我真恨不得一枪毙了他。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，从现在开始，不会再有任何的麻烦了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敢松口气。我很清楚冯楚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就算冯宇飞现在在我们手上，也许他还会想着最后赌上一把。冯楚良那么疼他的女儿，不会把自己女儿的命当赌注吧？很难说，真的很难说。虽然我让他把叶景堂引出来，但是我也在担心，万一他和叶景堂还有那个韩东林联手的话，会不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？只要冯宇飞和亚楠在我们手里，相信他们不会乱来。更何况这是在上海，他们总该会掂掂自己的分量。但愿如此吧。老德，咱们今天就不营业了。待会儿我跟老徐在办公室谈点事儿，你把店门锁了，就在店里待着。知道了，老爷。老徐啊，哦，老板，到我办公室来。哦，我马上就来。关店了。嗯。渡边那边没谈成啊？小姐没带回来？嗯。老板，我来了。你有什么事要吩咐吗？我刚到渡边那儿去。哦，渡边怎么说？小姐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没能把宇飞给带回来。他是不是又提什么条件，故意为难我们呢？渡边开的条件确实让我很为难。那他要什么呢？我们该怎么做，他才肯放小姐回来呀？看来只有拿唐东年的情报才能把宇飞给换回来。可我们怎么能找到唐宗年的情报呢？这时间这么紧，这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！
难呐。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，还有别的方法。不是还有那把钥匙吗？还有钥匙啊！这把钥匙就可以救宇飞。这把钥匙是唐仲年给宇飞的。我有了这把钥匙，相对于金堂、韩东尼还有渡边来说，我就是掌握了主动权的那个，我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那个。即便像现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之下，像现在啊，我还是可以用这把钥匙把宇飞给救出来，是不是？老徐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是这把钥匙吗？是吗？老徐啊，你让我看到这把钥匙，它不是希望，它是一场灾难，是一场把宇飞推向绝望的灾难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出卖我，老徐。老板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？我给你讲过多少次，这把钥匙的用处有多大？我也跟你说过了，如果拿到了唐东年情报，我们就等于有了护身符，谁敢动我们？没有人敢动我们。但现在呢？现在却因为你的叛变，让我们永远洗不掉叛徒、汉奸、卖国贼的罪名。因为你的叛变，让我们永远无法抬头挺胸做人，你知道吗？老板，你说对了，我们曾经做了叛徒，就永远会是叛徒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以为有了唐宗年的情报，可以给自己洗底，就可以重新做人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。只要跟日本人做过那么一笔交易，就停不下来了。他们也不可能让你停下来。老徐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都不懂吗？是我不懂还是你不懂？你看看现在的形势，看看我们目前的处境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重庆方面把我们扔在这里，说的好听点儿是潜伏，说的不好听点儿，那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。我有生存的权利，我有选择道路的权利，哪怕前面就是悬崖，是万丈深渊，我也只能闭着眼往下跳，别无选择。好，你要跳你自己跳啊！你为什么把宇飞扯到这里面来？宇飞他是无辜的，他跟这事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你要针对我，我没有任何怨言。可是宇飞啊，你不能利用宇飞害宇飞啊！是你自己害了宇飞。你知不知道？从你发现宇飞那把钥匙开始，你就一步步的把他推到现在这个境地。是你自己害了自己的女儿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太清楚你了，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。金堂是你从小带大的，你都可以说放弃就放弃。那我们呢？可想而知，我们的命运又会怎么样？说实在的，你就根本没这个资格跟我谈这些。即便是能拿到唐宗年的情报给你洗底，你还是一个叛徒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。
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向我开枪的。我绝不是你所杀的第一个自己人。在码头开的那几枪，你都没有迟疑过。今天也不缺我这一个。开枪吧！开枪吧！老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真的，太令我失望了。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很了解我，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怕的不是我曾经铸下的大错，我怕的是所有的希望活生生的在我面前破灭。是你断送了我洗净清白的最后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不再是同路人了。老板，老戴，从今天开始，古总店不再对外营业，我不再是你老板了。老板，老戴，你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感谢你。没想到，最后留在我身边的是你。我欠你很多，现在也没办法还。现在你自由了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道路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不，老板，只要您在，您永远是我的老板。谢谢你。把它清理一下。
怎么来晚了？不是说好每天下午3点来取我明天的菜单吗？怎么来晚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原来接货送货的人今天突然感冒了，我是赶紧顶上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是我明天要的菜单，一定要仔细看。哎，不许再晚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春来茶楼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后面的事情，能来吗？没问题，晚上8点。哎，我等你。那我先走了。记住，不许再晚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吧。哎。情况怎么样？山口已经把消息传出来了。他话里的意思是，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3点，趁领货单的时候和送菜的时候和他取得联系，到时候进行情报交换。把3号密码板拿来。好。海棠牺牲，陈国基同志牺牲了。看来渡边这次真的是动真格的了。主编，我们需不需要转移？先不急，山口暂时还没有暴露。陈公奇同志牺牲，就是为了保全我们。如果现在渡边有所行动的话，山口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宇飞有钥匙，落入渡边手，什么意思？冯宇飞以前没跟你提过这些吗？宇飞从来没跟我说过钥匙的事儿，但是山口既然提到了钥匙，我相信这个消息一定很重要。对，这把钥匙究竟是做什么的？现在很难说，我们只能等山口一点点把消息传出来，然后慢慢再找答案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. 老段，
段爷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帮我填份告示，我要见景堂。好的。哦，什么时候？明天下午3点，就在公园长椅那个老地方。下午去见他，是不是会不安全呢？先暂时通知他那个地方，要让他知道，也许随时会改变地方，让他注意告示上的内容。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怎么了？我怕他会看不见，或者他就不来。他明天还是会去古董店，跟以前一样。他如果会出现的话，就会在古董店的外面留下记号。但愿他会跟我见上一面。好的，那我去贴告示了。好。今晚真的觉得对不起你，没有兑现当初对你许下的诺言。我没有把咱们女儿好好照顾好，对不起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切情况跟你当初那个情况是那么的相似，我就觉得这好像是命啊，这一切都是命，我逃不过这样的宿命。今晚，相信我，我尽力了，我知道。或许还有那么一线希望，但是我很害怕。我突然害怕起来了。我不怕死，我也不怕将来会有多少困难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怕的，我怕咱们的女儿雨霏。我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去面对她。渡边今天打在于飞脸上那一巴掌，也打碎了我这20多年来的坚持。我看到自己父亲的神像，在于飞面前轰然倒塌。真的，我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去面对他。真的。也没脸见雨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仇，雨霏的恨，很快就会有一个了结。
回去汇报就行了。走。冯楚良行动了，他们贴出了告示，很有可能会联系到叶锦堂。果然还是起了一点作用。这个冯楚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告示是用暗语写的，他们具体选在了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，这个我们还不是很清楚。这样，明天你亲自带几个人去盯着冯楚良。我有点怀疑，叶锦堂会不会真的去见冯楚良？冯楚良这次被逼到这个地步，就算叶锦堂不见冯楚良，冯楚良也会千方百计地找到叶锦堂。况且冯玉飞和亚楠现在都在我们手上，我想叶锦堂应该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消息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见面。科长说的有道理。我让你亲自盯着冯楚良，是因为他们这次见面非常重要，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能追踪到叶锦堂的下落了。你要亲自给我盯着他，最好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地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我们已经和叶锦堂交手那么多次了，你应该知道他没那么好对付，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明白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。冯玉飞今天回牢房以后情况怎么样？冯玉飞回到牢房之后，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话。他可能是知道了冯楚良的事情之后，受了很大的打击。去看看他。把冯玉飞的门打开。是。冯小姐，考虑的怎么样？真是没想到，你们父女两个竟然会闹成这个样子。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我想说两句。其实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你的父亲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让我一个人待在敌占区，一边开展工作战斗，一边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冯小姐，其实你父亲说的没错。当初他背叛，是因为你的母亲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他，但对于你的父亲，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。其实你应该感谢你的父亲，因为他和我们合作。所以才有你的今天。我今天打你那一巴掌，说实话，也是替你父亲打的。当然了，或许你觉得我有些过分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真的太不了解你的父亲了。他为了你，可以连尊严都不要。这样的父亲，才是真正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
这样换来的尊严，我死也不要。但他那么做，是为了保全你们这个家。家？你跟我们谈家，不会觉得自己很虚伪吗？你们发动了这场战争，毁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？夫妻分别，儿女离散，这都是拜你们所赐。这一切一直发生在遭受战争创伤的地方。最可怕的是，像我这样的家，我原本还以为有一个疼爱自己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就是因为你们发动了这场战争，让原本至亲的两个人站在了道德和信义的两端，他们现在成了敌人。每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想法，但冯小姐，你也好好想一想，你所获得的一切，哪一样不是你父亲给你的？你不必去计较他的选择是不是正确。抛开这些来说，他是个好父亲，是愿意为你去牺牲的。冯小姐，我也有家，这场战争也让我远渡重洋，离开了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。有的时候，你以为有些选择是可以自己来决定的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但我完全可以不选择这条路。就算在我面前的是万丈深渊，我也不会昧着良心去走这样的一条不归路。我不是我父亲，我不会像他一样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。渡边，你可以死心了。唉，好吧，冯小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和胆识。我承认，我有点小看你这个女人了。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啊！亚楠姐，我真的宁愿这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宁愿一直被瞒着，被骗着。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。原本我只是觉得亚楠不好对付，但没想到冯宇飞也让我很意外。我们真的没必要再这么客气下去。冯玉飞跟亚楠不一样，只是嘴上硬。但凡我们给他吃点苦头，或许结果就不是这样。不用去动冯玉飞，对我们来说，他的作用只有一个。就是牵制冯楚良。看得出来，钥匙虽然在他的手上，但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用刑，也得不到什么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您有什么样的打算？也许把亚楠和冯宇飞关在同一个牢房的话，或许可以有其他的发现。
有些话，在他们俩之间可以不用保留秘密，说不定可以有另外的收获。把冯玉飞给我带出来。起来，走。把那个门给我打开，把他带到亚楠的房间。进去。玉飞，亚楠姐，亚楠姐，玉飞，快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。你没事吧？亚楠姐，你怎么样啊？冯宇飞，这几天你就在这照顾亚楠，我们也不会再来麻烦你。你只要等着冯楚良那边把事儿给我们办好，就能平平安安的回家。但我得提醒你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，否则冯楚良那边再怎么求我们，你们也不可能再有见面的机会，懂吗？飞，你告诉他，我没有这个父亲，让他以后都不要再来见我了。玉飞，你别这样，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对不起，亚楠姐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父亲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还做了叛徒。我没想到，他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多事情就都有了答案。玉飞，我知道，现在让你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对你来说真的很残忍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我真的希望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被卷进来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也许你现在还可以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生活着。真的对不起，玉飞，你本不该知道这些，这些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我们害了你。亚楠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？你们是不是都已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？那景堂哥，是不是他也早就已经知道了？不是的，玉飞，不是，景堂是最近才发现的。我们知道了，不想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怕你受到伤害。也许冯先生他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苦衷，并且战争是残酷的，或许只有先保全自己，才能有最后胜利的希望。这都不是理由。亚楠，我问你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知道你不会的，因为你很坚强。为什么你可以做到，而他却不能做到呢？玉飞，
因为他有牵挂，他的牵挂就是你，你就是他的软肋，所以渡边才可以一直在利用他，你明白吗？看来我真的就不应该回来。我回来就是一个错误。于飞，别说傻话了。说真的，我认识你真的很高兴，因为原本我认为你只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什么都不会做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你是一个有勇气而且有意志力的女孩子。你真的特别的纯真，特别的用心，我为你骄傲。杨楠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勇气和力量都是来自于你。只要你能做得到的，那我一定也能做到。于飞，我们都要坚强一些。现在，我们就是战友了，对吗？来。真高兴听你这么说。对了，渡边今天一直问我什么关于钥匙的情报。于飞，渡边今天问你钥匙的情报，到底怎么问的你？他问我。就是问我知不知道什么钥匙和情报，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但我就听他说什么唐宗年保险柜之类的，这个钥匙真的那么重要啊？是，这个情报和唐宗年的情报有密切的关系。你再想想，唐宗年当时给你钥匙的时候，有没有再说些其他的什么话？他只是把钥匙交给我保管。当时他想跟我说点别的，可惜我没有听清楚。那你再想想，他是从哪里拿出这把钥匙的？从他的皮包。皮包？是一直他随身携带的那个皮包吗？对。于飞，今天下午渡边和你父亲他们交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？这把钥匙和什么保险柜有关系？渡边好像说是什么银行的保险柜。银行的保险柜？对，银行保险柜，我明白了。共产党真是不知好歹，上次被我们抓了一个，现在又来一个送死的。说，你说不说？说，你这次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？共产党为什么这个时候派你来上海？说，给我接着打！秦野君，山口，我正好有事找你。哦，有什么事请讲。刚刚抓了一个共产党，你去安排一下牢房。哎，又抓了一个共产党，他是那个亚楠的同党吗？这个不是上海的地下党，
是共产党浙东情报处的。哎，你就把他安排在亚南隔壁的牢房里。好的。记住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一定要把他盯死。您放心吧。10点了，马边你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？要不我出去看看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要是我1个小时还没回来的话，你就先出去，暂时撤离这儿啊。你先去吧。怎么这么快就把情报送出去了？还是他们有新计划？我今晚没能出去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建业又抓了一个共产党。又抓了一个？难道我们的据点被人发现了？应该不会。据说是从浙东来上海的，估计是来联系你们的。浙东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叫李雪琴。李雪琴。我印象中没有这个人。现在建业正在审讯他，所以具体还不清楚。但是我今天肯定见不上马编辑了，最快要到明天早晨。明天早上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，我们一定要赶在图片前面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李雪琴的牢房啊，就在隔壁，我们是不是找时间和机会跟他联络联络？不。李雪琴由我一个人来联络，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你的身份特殊，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暴露。还有，我们平时要尽少的交流，以防万一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确实，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一切都还是谨慎一些为好。哦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还能扛得住吗？我没事。告诉主编他们不要管我，因为现在我这样的身体情况，就算他们救我，我也出不去。一定要先拿到情报，唐宗年的情报才是最重要的。拜托你了。好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怎么，山口还没来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特高科那边出事了，山口会不会暴露身份了？山口应该不会暴露，否则特高科一定会查到这里。现在日本人还没什么动静，我想，山口一定临时有什么事儿，行动受到了限制。要不这样，明天你再去找找他看看。那，咱们先撤。走。怎么了？这是我跟冯楚良的联络方式。冯楚良在找我，他想让我跟他见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联系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？那你跟他见面吗？走。山口没有出现，肯定是有什么事牵绊着他，所以他离不开。你再试一试，
想办法和山口联系上。好。冯楚良今天联系过我，约我明天下午跟他见面。冯楚良约你见面，一定是为了冯宇飞。或许他试过各种方法，但都没成功，所以才试着联系我。渡边是想利用冯宇飞，逼着冯楚良把你给引出来。这次见面，肯定是渡边社的圈套。我想从安全角度考虑，还是不见为好。可是亚楠和宇飞现在都在渡边手上，只有冯楚良跟渡边接触过，他最了解里面的情况，或许能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消息。我想，这个时候我还是应该去见见他。压进去！是不是又有人被抓进来了？听说是个共产党。不会是景堂哥吧？不会，一定不会是景堂。那是你们的人吗？不知道，我要联系情况才知道。把门关上。你们共产党一个个的骨头都挺硬了，我真是服了你们这些女人，怎么一个个的都那么顽固不化？共产党给你们吃了什么？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一个个的审你们，看你们谁能撑到最后。报告，李雪琴好像有点不行了。他是医生，把他带出来。是。别怕。干什么呀？你们拉我去哪儿啊？宇飞，宇飞，你们拉我去哪儿啊？走。宇飞，宇飞，赶紧看看他的伤，有什么需要跟看守的说就行。我只要留他半条命就够了。给我拿点药水和药棉来。忍着点啊。谢谢。你的伤口不是很严重，就是有些体力透支了。我现在已经帮你弄好了。你只要好好躺着静养就行了。谢谢你，同志。哎，你是共产党员吗？但是在你的隔壁住着一个你的同志。真的吗？你是怎么被他们抓进来的？你还有别的同志被抓吗？我是一个人来上海的。其实我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联系联络站的同志。那隔壁那位同志是上海联络站的吗？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亚楠。你有什么话需要我帮你转达吗？我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谢谢，帮我转告亚楠同志，我是从黄花堂根据地来的，那趟军列上的药品还有补给，我们都已经安全转移了，让亚楠同志放心。放心吧，我会告诉他的。雨飞，亚楠，隔壁的那个人怎么样？他伤的不是很严重。他伤的不重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他说他叫李雪琴，是从什么浙东来的，刚刚从黄花堂回来。他还说什么药品的都被转移了。他还要说什么？他说他这回就是过来找你们的。他知不知道你的身份？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是共产党，但你是。他知道你不是共产党，还跟你说这些？大概他就是想让我帮他传个话吧。不对，这违反了我们的情报纪律。于飞，我不确定他一定是我们的人。那怎么办啊？别怕，于飞。于飞，以后我们的说话都格外小心，知道吗？没事的。明天下午，冯楚良要去见叶景堂，你都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这次挑了几个最优秀的人，绝对不会再让叶景堂逃脱了。你听着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尹左将军刚才来电话询问情报的事情，我总不能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不然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。嗨，冯楚良那边，我们该怎么解决？不管叶景堂你是抓活的，还是直接击毙，得手之后，冯楚良对我来说就完全没有了价值，留着根本没用。明白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我今天一早来，看见锦堂留下的记号，这就证明他今天一定会跟您见面。好，下午就跟锦堂见面，那你就待在店里了。老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好了。多烧点纸钱给他，毕竟他跟了我那么多年。老段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太不近人情了？其实，老板，我想您这么做，一定是有您自己的理由的。有的时候啊，确实不得不给自己找个理由。其实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自从我们一块来到上海，你是看到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我苦心经营那么多年，我为的是什么？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得不到答案。可是我从来没想过，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其实，老板，这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，您完全可以重整旗鼓，从头再来过呀。不一样了，了段，不一样喽。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0年、20年啊？再说这个世界也不按照你的意愿去改变，你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接受，接受，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。
你必须在最后去接受它，即便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还是得去面对，去接受这一切。我发现我明白的太晚了，太晚了。我建议你别去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。就因为现在是这种状况，所以我更要去见他。那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我在附近给你多派一些人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可以支援你。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这是我跟冯楚良之间的事情，一个人去比较合适。再说了，他应该给我一个交代。至于你说渡边会设圈套的事儿，我心里早有准备。我走了。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来呀？出了点意外，田野又抓了个人。亚楠同志让我通知你们，那把钥匙和银行的保险柜有关，看能不能不通过那把钥匙也能拿到东西。好，我会传达的。另外，你们打算怎么营救他俩出逃高科？啊，哟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主编正在想办法，你告诉亚楠，也许今天就能有方案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好的，需要我配合的话，就联系我。好。哎，你们把这些菜全都搬到厨房里去。哎，好，来，抱歉。开门。吃饭了，快来拿饭。别磨蹭，快点吃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干呢。着什么急呀？你没看到亚楠的病还没好吗？我没事，我们吃就是了。都被抓进来了还不老实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看以后怎么收拾你们。什么意思啊？情报一搜出，今天晚上韩主编会来救我们。真的？是。太好了。
那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呢？你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去做呢？刚刚渡边打我的时候，我不觉得疼，因为我恨他。可是当我知道你是一个叛徒，你是一个汉奸的时候，我就像我的心脏被人扔到了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一脚。我爱你，可是当我知道我深爱的人是这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什么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你还配不配做我的父亲。当初我要不是为了救你母亲，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吗？这是命，这是我冯楚良的命。玉飞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可以不理解我，可以恨我，但我告诉你，为了要保你的命，我必须要牺牲金堂。原来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！老爷，车备好了。老詹啊，不用送我了，我自个儿去。那您自己要小心啊。放心，有锦囊在，放心。爹，交给你了。
去那边，追那个人。是。叶锦堂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等这天已经很久了。还记得我兄弟于德胜吗？是他让我送你这一枪。老戴，老板，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待会儿警察会来，让他到楼上办公室找我。我跟警察谈事的时候，把门锁起来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知道了。金堂，你来了，来进来，快进来呀！终于看见我了。坐。不用了，我们用不着这么客气。我今天能来，是因为玉飞。金堂，能告诉我，这我们俩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要离我而去。我想，这个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。你在码头所做的一切，我全看到了。
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人是善变的，但有些东西它不会变。我算是个有良心的人，对你我不会隐瞒什么。的确，我跟宇飞他妈曾经被日本人绑过，为了救他，我用情报跟日本人做了一次交易。原本以为他们可以放了静雯，但我想的太天真了。这就是你叛变的理由吗？没有叛变，季堂，我没有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家。你也看到了，到了上海之后，我想尽办法编织属于我自己的保护网。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我目的很简单，我只是想保护宇飞，保护我们这个家。为此，我可以不惜任何代价。但我没想到，我苦心经营的这一切，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。这个代价真的太大了，金堂，你要相信我。相信你？你想过吗？当我在码头上看到你把自己人打死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感受？我曾经那么尊重的一个人，我曾经深深信任的一个人，竟然是一个魔鬼。我不会把我的灵魂交给一个魔鬼，更不会让我自己变成一个魔鬼。你背叛的是你自己。你这么做的时候，想没想过，把我们放在哪里，又把宇飞推向哪里？金堂，我知道我犯下不可饶恕的错，可是当时的情况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相信你也看到了，也听到渡边他是一步一步逼着我杀人，这就好像两个人在下棋一样。当你走到对手手部的策略，那上的时候，你已经注定是万劫不复了。剩下来的什么？剩下来的就是选择和当下的决定。那现在又是你选择的时候了，你会怎么决定？告诉我！金堂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深切的孤独，那么无助。宇飞啊，宇飞，他是我最后的希望，我不能没有他。虽然渡边有告诉他我是个叛徒，但我想，如果他能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跟他解释。我还是可以做一个好父亲。所以我答应渡边用你来换宇飞。不要那样看我。你可以不答应，